喂，悠悠啊，给你安排了一次相亲，这次你一定得去啊！啊，我不想去啊！不去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。妈，嘘。自从我妈以为我和小八分手以后，我电话都要被打爆了。安心，要不你再帮我个忙呗？啊？坐在那里，穿灰衣服，那个就是。悠悠，其实我看这背影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你要不要先试试看啊？看背影能看出来什么？再说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实行父母包办婚姻呢？我跟你说，绝对不可以屈服。你现在还不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要不然也不会来找我们帮忙。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一会儿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。我一走过去，坐下来，一拿起水杯，你们就上。咖啡。你放心吧，悠悠，我们一定让他觉得今天感到刺激。老弟来了。悠悠，是你呀！你就是陈阿姨的女儿。我妈说的天天才俊就是你呀！我悠悠的春天要来了，我爱相亲。还好今天是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既然咱们来都来了，就把相亲流程走一下呗。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？也就是拍照、旅游、做饭。我也喜欢拍照。我跟你说，我平时给我们家麦子拍的那些纪实照什么的。许悠悠，你不是说你现在出差吗？背着我来跟那个野男人约会，拿我当什么绿毛龟吗？这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好，哎，到了。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现在我就交代这事儿。你把这勺先放下来，咱好好说话。谁是你先生？你先坐下，等会儿再给你算账。许悠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？安心，哥。你听不懂暗号的吗？不是，暗号不就是你一举杯，我们就冲过来吗？我后面都重新暗示了那么多次，不是。再说你们不是才见过吗？哎呀，我以为你是在鼓励我的演技，赞赏我。况且这安生长得跟以前也不太一样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样也好。我之前一直愁着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，是悠悠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既然我们两个都不想相亲，各自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好了。只是煮熟的鸭子送到嘴边啊，可不能给飞了。姐妹，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哎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觉得你跟悠悠真是很有缘啊，这种事儿都能凑到一块儿，是吧？确实很巧。哥，这悠悠怎么说也是个优质女嘉宾，对吧？要不然，这种事儿你别跟着瞎吵啊！一定是害羞了，你委婉点，迂回战术。收到 ，over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你们都是被家里逼婚，这事要是黄了，回家肯定也逃不过父母的魔掌，是吧，悠悠？我想了一下，要不然你们可以合作一下，彻底实现这个婚姻自由化。怎么合作啊？假装情侣。这样对悠悠不好吧？特别好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你帮忙的话，我就不用饱受我爸妈折磨了。那你觉得呢？特别好。好。
原来是你。喂，啊，是妈，我跟悠悠一起。见到悠悠那一刻起，我就感觉到爱情来了。哎，是你放心吧，妈。好，我回去跟你说。那我先挂了。完美，这个我也赶紧发一个仅我妈可见的朋友圈。你要拍那种父母最喜欢的文案，就比如说有一些这样的表情，微笑之类的，玫瑰花，可以。哎，快点儿！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跟赵磊还有事情要聊，要不然你就先帮忙送悠悠回家来。什么事儿啊？不是有方案要聊吗？啊，对，方案。哎，你们先走。安心，你又瘦了，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？我有好好吃饭。我这种外卖女孩怎么可能吃饭难得到我呢？赶紧去吧，赶紧去吧。光吃外卖怎么行呢？哥，你就不要再碎碎念了，操心你自己的人生大事吧。快去，快去。你就这么想撮合我跟悠悠吗？就这么想撮合。每个月黑风高夜的时候，我都会想，我这么完美的哥哥，居然还是孤家寡人一个的时候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。快去，快去！哎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拜拜！加油啊！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安生，没事儿，你长得帅，做什么都对。我跟你说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？霸总说顾欣儿和妞卫的总裁即将订婚。真的吗？凌月这个，对不起悠悠，我今天不能陪你看电影了，我一定要去找凌月问个清楚。不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臭渣男！凌月，你要什么？给我出来！你们两个先出去吧。好的，总。凌月，你跟欣儿的绯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。无中生有。是无中生有还是欲盖弥彰？你自己很清楚吧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要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新闻是哪儿来的？哪里来的新闻？其实也不是新闻，八卦。现在是你们最需要我们顾家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先利用安心，然后又利用我们家欣儿？顾安生，我特别好奇，你为什么总是盯着我不放呢？我为什么盯着你不放？你凌总杀伐果决，做事不择手段，在这个行业里怕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吧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是杀伐果决，但没有不择手段。要说不择手段，还得是你们家顾老爷子吧？嘿，我不需要靠别人，也不用你费心。安生，要听他这么说，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呀？
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跟希儿的关系在外人眼里永远是不清不楚的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就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，但你想想安心，对安心来说这就是伤害。如果你不能好好保护她，我会的。顾二少，你只是安心的哥哥，你凭什么替我来保护我的女朋友啊？你再让她受伤一次，我会把她抢回来的。那你就试试有没有这个本事吧。你们俩这是在干什么呀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说清楚就算了。安生，都解释清楚了，我们就走吧。安生。怎么？你之前说你有喜欢的人，你表白了吗？还没啊。或许你喜欢的那个人我也认识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喜欢的人是安心吗？我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，反正我喜欢的人是你。悠悠，对不起啊，我一直以为这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呀？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。我说出来以后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那，你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了，我自己能回去。一个人回去不太安全吧？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别了，你对我一个单身的小姑娘这么好，我会误会的。你快回去吧，安心看了报道还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你回去陪陪她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到家之后给我个消息。嗯。我都挂了，你干嘛非要打非要打？什么？手机没电了送出？你手机没电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难受呢。什么？什么见面会？我爱豆人呢？我中联网呢。你这装备还挺齐全的。那是我可是专业的。谢啦，拜拜。大家都等久了吧？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亚洲音乐小王子麦克登场！萨瓦迪卡！我爱你们！好，今天的签售会就正式开始，有请麦克入座。
签售会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让我们一起欢送 Mike。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啊，看你忙着追星，忘了人间烟火，吃不上饭，给你带了吃的。你一直在等我吗？哈，哦对，还有这个，我先帮你拿着吧。我脸上有什么吗？有啊，啥呀？有点可爱。我这是被撩了吗？怎么样了，我的大主编？我感觉我已经黔驴技穷了。怎么会啊？我来看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饿的，你吃点实的。你怎么这么贴心？我给你说啊，这都是安生给我家里送的。这吃的哪是水果，这吃的是狗粮。我爸妈还说了，我们俩有缘分，长得有夫妻相。都见过父母了，这么快？打铁要趁早。哼！你干嘛总看着我？我知道我好看。这安生嘛，浓眉大眼的，鼻梁高挺，中庭饱满。你吧，400多度近视眼，大而无神，像。你觉得像就像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不说了，保密要紧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！不说了。说。不说了。不是你说清楚啊！你让我说。说。抽象，长得太抽象，新华字典都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词儿了。张来别，不说了。不是你让我说了。别，错了。好喜欢长安姐姐，这几集注水有点严重啊！长安该不会忙着采访没心思更新了吧？我觉得长安姐姐画的很好啊，每天更新多累啊，大家能不能多体谅下姐姐？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你怕是在看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看什么？哎呦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我懂的。你又懂什么了？没有必要说的这么清楚了吧？我不需要那个。是吗？知道。我的能力你是清楚的吧？看来是太久，你应该忘了吧？需不需要温习？大白天的，别说这么羞耻的话。所以说，大白天的不要乱开车，哦，对了，把你的支付宝账号发给我。干嘛？我不是还欠你8万2千块钱吗？我可以还你了，因为现在怎么说呢，我也算是一个小暴发户，所以欠你的钱呢，我也是还得上的。欠钱的事情又不着急，反正你也不会跑。那怎么行啊？我得早点实现我这个农奴大翻身。你现在哪里还是农奴啊？也不能总欠人的钱不还啊。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能欠我一辈子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来约会。约会？
来这么硬核的地方不太适合我吧？走吧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里是我最初创建 New Way 的地方。当时大家都不看好 New Way， 为了提高效率、研发技术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眠不休地扎根在这里。但是我当时还是失败了。失败了？因为我当时高估了市场的需求，所以制造的所有产品都卖不出去，这批亏损只能公司自己来承担。但还是成功了呀，要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 New Way？ 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初我就一帆风顺的话，我肯定会因为自己的天赋异禀而沾沾自喜，就不会有New Way的今天。每一次失败，都孕育着成功的种子。你所走的每一步都没有对与错，只要从心出发，那所有的挫折，到日后都是你的财富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没事吧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走。谢谢哥。要不然我们报警吧？算了吧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你知道是谁做的吗？应该是疯狂的粉丝吧。我最近停更太久了，他们应该是用这种恶作剧的方式来催更。要不还是搬回来住吧，一个人住也太不安全了。放心吧，哥，真的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我给你打电话打了那么多个，你都不接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在闭关，就把声音什么都给关掉了。闭关？就是找灵感。看上去那么憔悴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你呀，是不是没有按时吃饭？现在吃也不晚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一块儿点外卖。好了，我再还点什么外卖，给你做饭去。你想吃什么？都行。好。哥，New Way这是怎么了？
被商业对手打击是常有的事情，不用多想。今天的事情你一定不要告诉李远，我不想再给他添麻烦。你怎么搞？会是麻烦。他怎么来了？这种危机时刻，顾家大小姐竟然堂而皇之的来牛尾，她怕是忘了谁才是始作俑者。哎，我听说这次菜鸟驿站也因为他受了不少影响。这顾董事长为了打垮我们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太过分了。他不是跟我们林总一直有点暧昧的吗？好，难不成这一次？这可不好说。林总，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？关于 New Way 现在的困局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你为什么要帮牛伟？你姓顾，不应该跟顾氏集团站在一条线上吗？安心也姓顾，怎么对于他的帮助，你就一点疑心都没有啊？安心他不一样。我现在的身份也不是顾家人，而是一个你曾经帮助过的创业者。菜鸟驿站的事情是互惠合作，不存在什么帮助不帮助。别人不了解你，但是我了解你。你是不会连一家公司底细都没有摸清楚就贸然投资的。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菜鸟驿站是我的公司，才花大价钱投资的吗？我看重的是它的商业价值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帮助过我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顾元朝的条件是什么？联姻。两家联姻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好处？不仅可以摆脱 New Way 现在的困局，从长远来看呢，我们可以联手打造一个超级电商平台。这么互惠互赢的事情，何乐而不为？哇，老板在楼上已经聊了一整天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聊了些什么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还能聊什么？不过老板要真的跟顾小姐在一块儿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那公司现在的危机就不用担心了。顾小姐，他们说的该不会是顾心儿吧？如果你担心伤害安心的话，我可以跟他去说清楚，我们这是权宜之策，只是对外界宣布的订婚。等一切风波过去以后，都会恢复原样。月哥哥，你领带崴了。吕月，安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的话，这顶绿帽子可就焊死在我头上了，对吧，心儿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呀？安心，你不要再错怪月哥哥了。没跟你说话。你要怪就怪我。你别说了，艾丽，送顾小姐下楼。顾小姐，请。等等，
你的吧？你喜欢啊？喜欢我送给你啊？手机可以送，男朋友不能送，这个道理你明白吧？当然。你拿回去用吧，我自己手机用的特别顺手。以后我们各自管好自己的东西，明白吗？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这真的是个误会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哦，是吗？他刚才要走，然后摔了一跤，就有刚刚那个画面了。那这个顾小姐可真是会摔啊！你知道的，我……咦，不要把我的手放在那个唇印上，烫手。你干什么呀？我把衣服换了，免得你看得心烦啊。你是铁憨憨吗？你在办公室脱衣服，别人看到以为……那我一会儿再换。哇，这样挺好的。最近很辛苦吧？对不起，都没有办法帮你。请安心吧，林先生。哥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这不是发生这件事我不太放心吗？下来接你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我跟这边的保安都说过了，这2天他们会来加强巡逻。你放心吧，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怎么能不是什么大事呢？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做了个噩梦，明明自己怕得要死，然后还咬紧牙关不出声，就怕打扰到别人，还有印象没有？哎呀，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，而且我也不是才8岁了，我能保护好自己的。你跟悠悠约会了？你忘了？你忘了？你还不赶紧去！你他会杀了我的！快！那你快点上去吧。还在忙吗？记得吃饭呀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
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来看看，你这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月哥哥流连忘返？看来是我想太多了。你这里除了一股群酸味儿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可能他只是一时之间觉得新鲜吧。话说的这么难听，你还是那个有礼貌的顾小姐吗？不过也对，你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嫉妒又无可奈何的人。嫉妒？我嫉妒你什么呀？我嫉妒你见不得人的身份。请你出去。你凭什么让我出去呢？凭什么？凭我是这家的主人，我就有权利让你出去。主人？谁是这儿的主人还两说呢吧？我记得这个房子是月哥哥租给你的吧？不过也对，你就是这么爱反客为主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房子的确是林月买的，不过我有按法律每个月交房租，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的，我有权利让你出去。这么遵纪守法的人，怎么会因为故意伤人而被学校除名呢？跟你没关系。你这么牙尖利嘴的，月哥哥知道吗？你的月哥哥就是喜欢我这么牙尖利嘴的，不像你，当着一面背着一面，就挺虚伪的。喜欢有什么用呢？你的感情对他来说有什么价值呢？他现在出了事，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他吗？你的喜欢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累赘。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也都是因为你才白白断送掉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本来就是月哥哥的，为什么在他出了事故以后就突然不是了？你没有想过原因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知道？你以为他跟你在世外桃源浓情蜜意谈恋爱就不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吗？就是因为他被你的琐事绊住了脚，惹怒了林伯伯，才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。网上我和林月的传闻，你都看到了吧？那是假的，我相信他。真的？假的？有那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我才是唯一能够帮助林月的人，这一点你心知肚明，不是吗？没错，他现在心里只有你，所以一直不肯接受我的帮助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林月把 New Way 建立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他花了多少心血 ？New Way 有多强大，林月在林氏集团的地位就有多高。New Way 一旦垮了，人人都会嘲笑他。他又会从高处跌落到谷底，成为那个人人口中只会靠着父亲的养子。你难道就忍心看着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为了你，放弃这一切吗？就算我离开了，林月他会选择你吗？他选不选择我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离开。心儿，别说了。怎么了，哥？又想来插一脚？有什么事情我回家说。回家？你还知道哪个才是你的家吗？别闹了，过几天就回去了。哥，我才是你的亲妹妹。安心爱吃的这家甜品店，我也爱吃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哥，你从来没有想过，也给我带一份回来。你的心里只有这个外来的妹妹。心儿，你和安心对我来说一样重要。和别人一样的东西，我不要。
安心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，哥，你回去吧。明明就很伤心，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也要逞强了？离开他吧，我不忍心你一个人承受这些伤害。为什么你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呢？我不能给你幸福吗？我就是担心你。没事儿的，哥，不用担心。网上的事情都是假的，我也不会相信的。你回去早点休息啊，我也累了，晚安。晚安。就算你不需要我，我也会一直在。我等会儿吃，忙完我来找你，你乖乖的，等我。林总，我们的声明发出之后，并没有收到很积极的受众反馈。法国那边呢？大概也是听到了一些风吹草动吧，暂时也不想跟我们合作了。顾元朝这次真的舍得下血本。林总，顾元朝他得知道我们的筹码，才能跟对方谈条件。但是我们的合作方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，并且那几个品牌也没有官宣，他是怎么知道消息的？我担心的也是这个。您的意思是，我们公司有内鬼？有人要吃辣味煲仔饭吗？你来啦？给你留了一份。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做好久。只学到了我的2成功力。那你就别吃了呗。哎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吃饭的力气都没有。那我喂你。也不是不行。好吧，我喂你啊。张大一点。笨蛋。我怀疑你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噎死我，然后继承我的花呗。你要喝吗？这个是你喜欢的味道。待会儿。其实呢，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。最近网上会有很多胡说八道的事情，是关于我跟……我知道。你放心吧，我在论坛混迹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不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啊？这些讨流量、讨狗血的爆炸小新闻，怎么可能骗得过我？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？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不会委屈，反而是你啊，最近这么累，还不停地加班，所谓劳逸结合，干活不累。你想不想翘个班？我们出去放松一下？去哪儿啊？
去了就知道。你刚在下面说你不恐高的。对啊，我不恐高。啊，那你要是不恐高的话就好，坐20分钟摩天轮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撞到头了，痛不痛？你要怕的话，你拉着我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有安心点吗？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可怎么办呀？艾丽苑，我听别人说，这个摩天轮到最高顶的时候许愿望就会一定成功，我们许愿吧。那都是骗小孩的。笨蛋，你这个时候呢，就应该听女朋友的。那好吧。
上去吧。待会儿有人看呢。那整栋楼都是我的，他们敢说什么呀？幼稚鬼！那我走了。走了。林月，怎么了？舍不得我？忘记个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把支付宝账号发给我呗。你一直欠着我不好吗？你就发给我，我一点一点还。好，是我的手机号码。那我走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今天有一点想你。我怎么感觉你怪怪的？哪有怪怪的？人家韩剧里男女主角上个厕所都要腻歪很久，我只是小意思。那以后呢？这种情节可以多上演几次，嗯？上去吧。我走了。董事长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私底下叫爸就行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打算等到New Way宣布破产以后再告诉我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会处理好的。一转眼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现在做事怎么还跟你那会儿8岁的时候一模一样？喂，你看见我变形金刚没？没有。你藏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不就一个破陀螺嘛，你躲什么躲？装模作样！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告诉爸妈，否则要你好看。多吃点肉啊。遇到任何困难，从不向任何人求助，不需要你爸爸的帮忙。
林月，爸爸确实亏欠你很多，但是你得给爸爸一个机会，来做出弥补啊！爸，我已经不是8岁时候那个我了。我现在遇到困难会自己解决。好，我们始终是一家人，家人是用来相互依靠的。等你想通了，你再来找我，啊。来了，刚好最后一个菜。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么多年了都是我给你做饭，今天你亲自下厨请我吃饭。我这不是让你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天才厨师吗？绝了！这是什么？废纸而已。我就说嘛，我妹还是我妹，并不是突然变成了什么田螺姑娘。哎，我这是下血本了，给你准备这么多菜，想让你好好补补身体的。你吃这个，这是我炒的。这个太好吃了，你就炒这么一小盘儿，你不抠死你？别跟我抢了，你吃猪蹄。好呀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哥哥说呀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要说的？姉さん、我々たちの条件は会社移住をしばらく考えてくださ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林总，日本这次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。您如果按照他们说的来的话，我们将会血本无归，毫无利益可言。趁火打劫，不趁现在更待何时啊？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还没有想好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您说这种话。安心常说，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办法，就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把这些念头都清空掉，也许会有新的惊喜出现。我下去走走。好，那我在公司等您，您随时安排。你好。你好。要一杯热美式。热美式是吧？稍等。现在盛举来做活动，给你女朋友带一套吧。不用了。哎呀，真的很好用的。你看我现在脸上皮肤之所以这么好，都是用了圣菊兰的水乳。你用300块钱就可以买到2000块钱产品的效果，真的很划算的。欢迎下次光临。等等，别动。东西干什么？你都用完了，你不扔掉吗？用完了，你没看到里面还有这么多啊？
这指甲盖这么点，也值得你这么操心啊？我说你啊，是真不知道柴米贵，这个又好用，而且是巨难买，当然要省着用啦。这么一点也能用好久。这什么牌子啊？我都没见过。PK2 你知道吧？啊，那上面不是写着 KAI 吗？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小牌子，叫 KAI， 它呢就是能够做 PK2 的平价替代品。这都是商家的宣传手段，难不成你真的相信300块钱能够买到3000块钱的质量？我当然相信了，这是我自己做攻略海淘上来的，这是平价中的战斗机。海淘？像我们这种秃头的贫困女孩，我怎么可能买得起 PK2 啊？那就只能去找一些能够代替 PK2 的一些平价的化妆品吧，反正都差不多。马上联系商推部召开会议。林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汇总了近些年抢占大盘诸多市场的平价替代品。刘总好，开始吧。我需要在1个小时之内和所有品牌商达成合作，宣传部门要做好随时更新物料的准备。明白。好，连线吧。Hello, Mr. Lin. It's my pleasure to cooperate with New Way. 顾董事长，您这次举办的购物狂欢庆是不是专门针对 New Way 的呢？这次狂欢庆我们筹备很久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。我们顾氏集团把未来的发展重心放在了电商领域，而 New Way 是电商圈的后起之秀，所以两家的活动内容有相似之处，完全正常，根本不存在针对说。可是传闻说，您网站上上线的品牌都是之前跟 New Way 谈好合作的商家，只是半路被您截胡过来的。对此，您又作何回答？你自己不也说了吗？都是传言。众所周知，我们顾氏集团无论是在市场的影响力还是综合实力上，都是 New Way 所无法比拟的。这一点，明眼人心里都有数。而且品牌商在选择合作平台的时候，难免会有多方接洽的情况发生，然后则两目而齐，这是市场规律使然，怎么能算是截胡呢？以后这家记者别让他进来。是的，爸爸。顾董事长，您对 New Way 的丢包事件怎么看呢？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实际的证据能够证明 New Way 技术出了问题，请各位记者还是秉承着理智的状态去报道。别说了，这种情况你还替他打圆场？当然了，年轻人嘛，因为急功近利，犯一些低级错误，也在所难免。这一点，我们不好多做评价。可是现在网上有人指控说丢包事件是顾氏集团的恶意炒作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一派胡言！我顾元朝驰骋商场几十年，向来光明磊落，我会做那种事吗New Way已经爆出了视频，据说这次的事件是您顾氏集团的成员所为。快走，New Way接受采访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还是没处理干净。董事长，这绝不可能。爸，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们被接在那小子手里了，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出什么地步。怎么了？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去给我倒杯水。这就是我要和您谈的生意。补剂加物流仓，这是一个可以改变行业的事业，更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时机。投资New Way5个亿，您就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享有对凌霄的使用权。成交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我之所以愿意投资你这个潜力项目，那是因为你是我凌天的儿子。谢谢爸。好好干。Thank you. My pleasure.
然传言与New Way合作的品牌商现在都去了顾氏集团，您这次官宣的品牌又都是中端品牌，与之前凌氏集团宣传的高奢不符，这是受到了顾氏集团的冲击吗？没有人能够影响New Way的决策。这次的引进完全是基于当前消费趋势所做出的选择，开启下沉市场，也是未来New Way的一大重要战略走向。请问您就今天官博爆料的菜鸟驿站丢包事件的真相，这视频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官博的行为是在您的授权下进行爆料的吗？是谁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网民和买家的信任来搅乱市场？很快就会有答案。既然大家都问到了，那我就顺便宣布一下我们与公安部门的合作计划。为了更好地服务New Way的消费者，New Way旗下的快递柜监控系统将会升级，并与社区监控系统联网，为大家提供安全化的、免费的社区监控。您之所以选择今天公布视频一指顾氏集团，是为了要打压对方的狂欢庆活动吗？没错，你很懂，但提不上什么打压。我只是想还各位一个真相。那么 New Way 接下来还会和顾氏集团合作吗？您手头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爆料吗？请您回答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请您回答一下手头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爆料吗？那 New Way 接下来的战略安排是什么？请您真的回答一下。请您回答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。请您回答一下。请您回答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，请回答一下。请回答一下。周年庆的宣传物料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岳哥哥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又不是什么杀伤力武器，你不用每次看到我都躲着我吧？只是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你和我爸爸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该道歉的人不应该是你，你我都知道，驿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技术漏洞。该道歉的人是在背后不怀好意的人。这件事情是我爸爸做错了，能不能放顾氏一马？抱歉，按时间来算的话，现在法院的传票已经到顾董事长手上了。传票，岳哥哥，真的要做到这一步吗？这个应该顾小姐去问顾董事长吧。对不起，今天打扰您了。让法务那边随时准备跟进。好。对于顾氏集团恶意重伤 New Way 并造成其名誉受损的事情 ，New Way 已经提出了上诉。该公司要求顾氏给予公开道歉以及相关赔款。令人惊讶的是 ，New Way 要求的赔偿金不过是区1元人民币。顾小姐还好吗？事情曝光之后，顾小姐一直在家里。据说顾小姐亲自找过林岳总求情，但林岳总一直没有改变主意。现在估计顾小姐心情不是很好。二哥怎么能这样？哎，林总，您去哪儿啊？现在顾家正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呢。您现在过去，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不要这么多了。是，对，这张。哎，不是你哪媒体的呀？先来后到，知道吗？你后边排队去。好的。啊，不过大哥，这么多人围堵在这干嘛呢？当然是在蹲顾元朝最新道歉声明。这老牌企业跟一个后起新秀道歉，这肯定是一个爆炸性新闻。况且这顾家还有一个网红顾小姐呢，网友们都一直关注她的动态。毕竟啊，她不是跟那个New Way有点什么嘛，是吧？不是，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做我们这行的得眼观四方，这些小八卦你也得关注，知道吗？行了，你一边玩去吧，要学啊，你找你师傅去。
这样。心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来接你。来，小心点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都被你看见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。不过小时候你是为了逃课才爬墙，今天怎么了？还穿这么美。我什么时候？心儿姐姐，你小点声，人都被你喊过来了。今天的事就当没看见，听到没？不然我有你好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我哥他们下课呢。行，那你走吧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这么小的事情你都还记得？对我而言，你哪件事是小事儿？我就是想找个地方，可以静一静。不过现在这个时候，不是待在家里避嫌会好一点吗？你去不去？不去我走了。我的公主，请。对于顾氏集团恶意重伤妞卫，并造成其名誉受损的事情，没看出来是这样啊！顾氏太过分了吧！真是峰回路转啊！听说顾静儿家里出事了，都公开承认毁坏妞卫的名誉了。我知道啊，他爸真是太狠了，真是坑女儿专业户呢。主要妞卫总裁也是够牛的，居然让人赔1块钱。哎，妞卫的总裁也太绝了吧！这不明摆着羞辱人了。哎，今天晚上 KI 要在妞卫开售了啊 ！KI 在国内也有卖的吗 ？KI 开售了，快下单啊！可是我还没做好攻略呢。哎，快给我看看你的购物车，喏。在看什么呢？都不理我。别烦我，我忙着加购物车呢。哇！太好了！才短短的3分钟，销量就突破1亿了！林总呢？我要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林总早就不在公司了啊！哎，想必他早就知道我们这次能大获全胜了。果然，你老板还是你老板。林总，怎么了？安心小姐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她家找过了吗？都找过了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林总，你接受采访了。林总，林总，林总，顾安生，顾安生，你在家吗？林少爷，
你是来炫耀的吗？伯母，我来找顾安生。安生不在，以后也请你不要到我们家来了，顾家不欢迎你。 安心呢？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我问你，安心呢？你觉得我还会给你再伤害他的机会吗？你说什么醉话呢？啊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安心是被你逼走的。 你逼走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哥哥说呀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要说的？您已订购第7190次前往清河镇。你要走，是因为凌月吗？ 我跟他的相遇原本就是一场意外。你老实的告诉我，你该不会是什么通缉犯、黑社会、违法乱纪，然后躲在我家怕别人发现你？我再也不赶你走了，你听到了没啊？听到了。 我本来想，如果他一直留在我身边，其实也挺开心的。直到那天，他出现在生日宴上，来到我的面前。正式介绍一下，凌月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我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他不会因为流落街头而吃不上饭。 不用纠结杀虫剂的性价比，也不是专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坝。如果不是那场意外，我们根本不会有交集。他现在出了事，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他吗？你的喜欢，对他来说，就是一种累赘。仙儿说的话或许是对的，我对于他来说。 也许是个负担吧，所以我想暂时离开这里。也许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了。安心。喂，悠悠。 快看看微博吧，上面都说妞卫公司危机，凌月都急劳陈吉进医院了。你没有收到消息吗？我知道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哥，凌月她好像不太舒服，去医院了。我要去看看她，我先走了。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，只要他需要你，你就会不顾一切的跑过去，是吗？不是的，哥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需要你？知道，对你来说，我一直是哥哥，但哥哥这个身份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勇敢，我也会不知所措，我也会害怕，我也会受伤。
可是只要我知道你在我身后，只要我知道你还需要我，我就什么都能做，保护你，对你好，看你笑，对我来说是本能一样的。可我现在只能看着你，因为另外一个人受伤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安心，我可以守护你一辈子的。不要再去找他，我们一起离开这儿，好吗？对不起啊，哥，我现在有点懵了。我们都冷静一下吧，我走了。林总，今天的新闻影响大吗？上了一阵热搜，我已经找人撤下来了。不过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。日本人那边怎么样了？安排了明天上午您跟他的会议。回公司准备一下。林总，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回公司。李姐，真的决定要退出吗？我现在画不出什么东西，不想拖累工作室。是这样啊，您和库曼呢，一开始是因为你才存在，所以我们相信你，也要相信你自己。你说要退出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过，给自己放个假。我等你回来。哥，最近发生了太多事了，我和你都需要一段时间静静。妈妈的忌日也快到了，我想回去看看。不用来找我了，也不要告诉林月。再见了，哥。要不是因为你，他也不会离开。林月，怎么了？舍不得我？忘记个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把支付宝账号发给我吧。你一直欠着我不好吗？你就发给我，我一点一点还。
大离院，我听别人说，这个摩天轮到最高顶的时候许愿望就会一定成功。我们许愿吧。那都是骗小孩的。笨蛋，你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应该听女朋友的。那好，希望安心永远健康快乐，无忧无虑。希望他能一直坚持自己热爱的事业。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护他，不被伤害。希望我们携手走过漫长的四季，一辈子都不要分开。人有消息了吗？抱歉，林总，还没有。喝一口吧。人不是还没找到吗？你现在不吃不喝，到时候人找到了，你饿死了病死了，安心不得伤心难过呀？这才对嘛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才能活着等到安心回来。
我给你摘个月亮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月亮是摘不了的。摘得了，相信妈妈，我摘给你看。有什么事吗？不邀请我进去坐一会儿吗？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栗子蛋糕。月哥哥，你瘦了。你有话直说。你还在因为爸爸的事情生我气吧？对不起，但一个是我爸，一个是你，我真的很无奈。始作俑者是顾元朝，和你没关系。你怎么受伤了？医药箱在哪儿啊？我自己来。你不是说不生我的气吗？为什么对我还这么冷漠？现在安心都不在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隔阂呀？你怎么知道安心不在了？我听我哥说的。关生有没有说他在哪儿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问？安心出事了吗？顾小姐要没别的事的话，就请回吧。月哥哥，没事就早点回去吧。等等。你把这个拿回去吧。月哥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抱歉，我不吃别人做的东西。我只是别人吗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真的不想吃，就扔了吧。
杏儿，你怎么？丽蓉告诉我，你来找二哥了。这个理由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别怪他，是我一直缠着他，让他告诉我你的消息。杏儿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二哥欺负你了？他能对我做什么呀？他心里满是那个人。杏儿，你能不能放下二哥？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。我当然明白，杏儿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相信我。你想怎么保护我呀？嗯？气势倒是挺足的，被女孩一碰耳朵，脸就这么红了。我会不顾一切保护你。天气有点热，是天气太热了吗？帮我订最近一班的高铁去清河镇。开快一点。好。糖葫芦嘞，卖糖葫芦嘞。卖糖葫芦嘞！你好，请问你有看到这个女孩吗？哦，她往东面去了。走了。
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安心。我找错地方了，您知道11栋在哪里吗？前面左拐就到了。谢谢阿姨。你醒了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来，听话。饭要喝了。救命啊！要听阿姨的话，不要叫，不然阿姨可是会惩罚你的。长得可真水灵啊，价钱应该差不到哪里去。听话，饭要喝了。你就算想死，也得等到明天卖个好价钱以后才能死。喝了。他都说了不喝，你为什么要强迫他？多管闲事，这是退烧药。你没事吧？好痛。谢谢你。你为什么不想喝药？我要是喝了，他会马上把我卖给别人的，我就再也回不来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把那块碗捡起来。好吧，我喝。明天老地方，我这还有个6、7岁的姑娘，细皮嫩肉，特别水灵。明天要不要一起打包药了？行，见面说。他回来了，怎么办？去那个房间。怎么办呢？还有钥匙，就算我们逃出去，也会被他抓到的。怎么办？走。小兔崽子！别跑！
小朋友喝点水吧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的脚流血了。没事儿。我叫圆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毛豆。小毛豆，你救了我。你想我怎么报答你？哎，我肚子好饿，想不出来。那随便想一个。有啦。那个电视里说这个叫占便宜，现在我占了你便宜，我们扯平了，可以了吧？小朋友，我们带你回公安局，等你家人来接你，啊。小毛豆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儿？明明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对吧？你是圆圆，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谁的？你怎么藏得这么深啊？你说呢？你画漫画？无聊的时候随便画画。我就是送快递的，你随便坐，我给你收拾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是故意要和你接近的吧？你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，你就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始的确有所怀疑，但是我的疑心早就被你的天真给打消掉了。所以，腿伤也是假的，失忆也是假的。腿伤是真的。失忆是假的。你要生气的话就打我吧。本来是很生气的，也是很想打你的。不过，我就这么一点点生气的小火苗，已经被层层震惊给扑灭了。你要是去当演员的话，你一定可以拿奥斯卡。那如果一开始什么都告诉你，那不是会被当成疯子给赶出家门啊？会赶出家门，而且还会得到一顿胖揍。你想怎么教训我都行，只要你让我留在你身边就好。
即使我总是在你成功的道路上让你裹足不前，你也不会离开我吗？上次5%的事情也是，这次顾氏集团的事情也是，我才是你最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不是，你不是我的问题。你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我一个人在漆黑又寒冷的路上一直走，幸好有你为我点了一根火柴，这远比任何东西都珍贵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我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了？以后我就是你的火柴。你之前说做牛还做吗？做什么都可以。有了，那就让我再占你一次便宜吧。上面有好多名字啊！怎么了？咱们换条路走吧。为什么要换条路走啊？这条路离市场最近啊，走吧。多走路对身体好。什么对身体好啊？阿信，你先跑吧。往哪跑？啊？好可爱！好可爱！要不要摸一下？不用。摸下头，嘴。它不会咬你，那很小一只。那别，还摸一下，别，握个手。不用，害怕是吧？摸一下。别。你说一只大狗你怕就算了，这么小的狗你都怕？那不叫害怕，那叫谨慎。宠物身上会携带很多种病菌，会引起过敏的。是啊，你对什么都容易过敏。我对你不过敏不就好了？太阳真好，睡会儿吧。